投資股市咧係賭錢落海，或者你可以叫佢賭錢落海啦，韭菜啦、傻散啦，上 IFC 上 ICC 排隊，冇錯，有研究已經指出㗎啦，90% 嘅人咧喺股市上邊咧都係輸錢離場嘅。人作為一個情感嘅動物，好多時喺交易嘅時候咧會被情感控制啦，啲唔理性嘅動作咧就會頻頻發生啦。著名嘅億萬富豪 Jim Chanos 咧喺耶魯大學同咧執教投資嘅時候，就提出咗著名嘅洋葱分析學啦。一般人咧喺搣洋葱嘅時候咧就好似咁樣。由第一層開始搣，然後第二層、第三層，係咪？咁 Jim 咧就利用呢個洋葱，幫助投資者咧點樣建立一個又理性又聰明嘅分析系統。好，而家咧我就會同你哋喺呢個洋葱系統嗰度逐層咁樣了解一下。洋葱最外層咧就係平時你見到咧嘅主流媒體啦，譬如電視啦、新聞啦、社交媒體、IG 啦、YouTube、Blogs， 甚至係嚟自你屋企人啊、朋友嘅股票 tips。呢一層嘅資料來源咧係最廣嘅。你可以想像到咧，平日你買股票嘅情況，譬如三姑六婆啊、朋友同事啊，亦都可能會俾一啲咧佢哋嘅見解。咁佢哋咧又會可能同你講，喂，我識人買咗乜乜乜啊，幾多號幾多號，股票大賺喎，你都試下啦咁樣。咁其實我就唔會叫一層咧做 research 分析嘅，絕對咧就唔可以將呢個股票嘅分析咧停留喺呢一層。不過咧，我知道仍然好多人咧係單純地咧會根據呢個最外層呢一層咧嘅消息做呢個買賣嘅決定。而事實上又真係嘅喎，呢啲咁主流嘅媒體之下發布嘅信息咧，的而且確係可以令到咧某啲股票喺短期內造成一個好大嘅動力啦，無論係向上衝或者向下衝嘅動力啦。即使好似 news trader 咁啦，睇新聞去做 trade， 例如 Elon Musk 出一個 tweet， 可以令到咧 Tesla 公司嘅股票，甚至係其他公司嘅股票咧大升或者大跌。不過有陣時咧 social media 咧都可以俾出一啲咧好好嘅入市機會嘅，而聰明嘅投資者咧亦都會好好咁樣把握。例如 Facebook 喺2019年 Cambridge 嘅 Analytica 嘅事件裏面咧，英國嘅衛報咧就揭發咗 Facebook 咧係利用佢哋自身嘅用戶數據，大約講緊5000萬人嘅數據，影響咗咧英國脫歐嘅公投，亦都影響咗咧美國2016年嘅大選。雖然咧 Facebook 就否認自己濫用用戶數據啦，但消息一曝光之後咧 ，Facebook 嘅市值喺一日之內咧就蒸發咗364億啦。Facebook 仍然喺2021年嘅9月咧衝上歷史高位，比起當時候嘅跌幅咧大升137%。呢啲突如其來嘅波動咧，對聰明嘅投資者嚟講係一種機會。但我自己咧做公司分析嘅話咧，就唔會主力依靠呢一層嘅資料啦。喺洋葱最外面嘅一層，簡單嚟講咧係一個羊群心理嘅集合台啦。不過呢個亦都係最容易咧成為普通交易員或者普通投資者形成偏見嘅重要一層。因為呢啲所謂嘅媒體同埋朋友介紹嘅資料咧，好容易會形成你對公司嘅第一印象。所以作為精明嘅投資者，你應該係以一個唔好期望得到一啲咩特殊消息嘅睇法去看待呢啲咁嘅資料。呢啲資料咧，淨係用作參考用途咧就得㗎啦。記住，99% 嘅散戶都冇辦法得到比市場更早嘅消息，而啲所謂嘅 news 其實去到你手上咧已經變成 old 㗎啦。去到由外面數去嘅第二層嘅洋葱咧，就係分析師個報告啦。分析師嘅報告通常為投資者提供咧有關於投資於特定公司或者行業領域上邊嘅所謂嘅指導啦。報告咧可能會關注公司嘅最近嘅財務狀況啦，或者係分析師對呢隻股票預期嘅股價走勢。聽落去咧就係一份唔錯嘅報告，但係對一部分嘅散戶投資者嚟講咧，佢哋咧有機會係過分依賴分析師呢份報告啦。而有啲咧係更加咧因為呢個報告作出呢個投資決定，譬如分析師講嘅 buy、hold、sell 嘅指引咧，佢哋就會跟住做。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研究呢個分析師嘅報告咧？簡單嚟講，呢份係分析師同埋大行咧一齊都有參與嘅環節。不過咧好多時大行同呢啲公司咧，其實係有一個關係嘅。呢啲關係可能係包括銀行會為呢啲公司提供 credit line 啦，或者為呢啲公司提供其他嘅融資服務啦，例如幫公司發債、restructuring 重組等等啦。咁所以咧，公司其實係投行嘅客戶。所以你聽到呢度咧，你開始明白咧，呢一層嘅洋葱咧，
其實係有陷阱嘅。而分析師嘅報告咧，有機會係偏頗。而每間大行做呢個分析師嘅報告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自家嘅量度同埋評級標準嘅。咁所以咧，每一間行佢哋發出嘅 buy hold sell 咧，其實佢背後都有自己嘅準則。咁分析師係計算所謂公司嘅 projected earnings 啦，即係佢哋預計收益咧，亦都會根據唔同嘅assumption假設啦，同埋預估嘅。咁而呢啲預估啊、假設嘅準則咧，其實背後亦都係要依賴公司俾佢哋嘅數字。所以對於投資者要研究呢個分析師報告嘅時候咧，SEC 咧就清楚寫出咧佢哋嘅建議啦，即係就話啦，投資者係應該咧了解分析師可能面臨嘅潛在利益衝突，亦都要留意分析師嘅角色。分析師嘅角色可能包括 sell side， 通常 sell side 嘅分析師咧都喺經紀行裏面工作嘅，而佢哋咧就會就佢哋所 cover 嘅公司咧提出一啲買賣嘅建議。而好多較受歡迎嘅 sell side 嘅分析師咧，都係一啲著名嘅經紀行裏面做嘢嘅。另外就係 buy side 啦。buy side 嘅分析師咧，通常都係基金經理啦。例如佢哋可能係同 mutual fund 做嘢啦、hedge fund 做嘢啦，或者係甚至係一個 investment advisor 啦。咁其實佢哋主要 buy side 嘅角色咧，就係建議佢哋嘅 employer， 即係僱主啦，或者客戶咧，去買入、持有或者係出售邊一啲嘅證券。另外一種嘅角色咧，就係 independent 啦，即係獨立嘅分析師。咁呢啲獨立分析師咧，通常同呢間公司咧係無關，亦都冇同一啲證券行咧係有關係嘅。佢通常咧係以一個 subscription 啦，或者用其他嘅方式咧去售賣佢哋嘅研究報告。而美國嘅 SEC 咧，亦都清楚咁樣解釋咗呢啲潛在嘅利益衝突咧，包括第一，同投資銀行嘅關係啦，會唔會依家個分析師咧，其實同緊公司做嘅一個承銷咧，幫佢做一個承銷嘅發行，可能咧係有利佢個客戶，而唔係有利投資者喎。第二就係咧經紀佣金啦，會唔會係收佣寫稿咧？第三係分析師嘅薪酬，會唔會分析師嘅薪酬係 base on佢寫啲乜嘢喺個報告裏邊咧？另外就係分析師有冇擁有嗰間公司嘅股份啦，佢會唔會自己都係呢間公司其中嘅股東咧？咁作為投資者要明白咧，公司同分析師咧可能係有潛在利益衝突，咁你亦都要留意公司嘅評分標準啦。一間公司嘅買入 buy 嘅評價可能同另外一間公司咧嘅標準唔同，對另外一個分析師嚟講只係一個 hold 嘅評價，所以你必須要留意佢哋嘅評級標準啦，亦都千祈唔好單一咁樣依賴咧分析師嘅報告作為咧買入賣出嘅準則。而 SEC 咧都喺度咧建議所有投資者喺投資之前咧要做好功課。如果你買入呢個股票僅僅係因為分析師話呢間公司咧係佢嘅首選股票之一嘅話咧，你可能咧就會對自己造成一個傷害啦。特別係如果你從來都冇聽過呢間公司，亦都對佢非常之唔了解嘅話咧，你應該其實係要自己花時間去研究公司，獨立思考。我嘅睇法就係有陣時呢啲分析師嘅報告咧都會提供一啲有用嘅資料嘅，尤其是一啲我自己可能都睇漏咗嘅數據啦。咁你用作參考嘅用途其實係可以嘅，不過我自己就唔會因為分析師一句話 buy 我就走去 buy 嘅。去到第三層咧就係 earnings call 啦，業績發佈會議。earnings call 咧係上市公司管理層啦、分析師啦、投資者同埋媒體之間嘅會議，討論公司咧喺呢個報告期內嘅財務業績。咁喺業績發佈會上面咧，管理層通常就會簡單介紹翻呢一個財政年度或者呢個財季期間咧嘅營運狀況同埋呢個財務狀況。有啲公司都會講一講未來嘅幾季啊，或者係一年嘅公司對佢哋嘅預期嘅發展方向同埋展望啦。然後咧就係各大嘅投行啦，或者銀行嘅分析師咧就會向呢個管理層發問啦。喺呢層嘅洋葱裏面咧，我就要話俾你哋聽嘅真相就係咧，喺 earnings call 裏面咧，你其實未必會得到真係你好想要嘅答案。earnings call 咧都係一個重要嘅資料。佢咧係要緊守翻 SEC 對 10K 報告等等嘅 guideline嘅。不過對於 10K 同埋 10Q 報告以外嘅問題咧，公司咧就有權咧選擇答唔答或者係 hea 答啦。呢個例子你哋喺2015年咧有個好出名嘅 earnings call。咁當時咧有位分析師咧就向呢個 Marriott 嘅 CEO 就講啦：我哋依家咧都有一個假期消費者模式咧都會出咗一個預期嘅變化喎。然後呢個分析師就問 Marriott 嘅 CEO 啦：呢度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2016年 Q1 嘅信息咧？其實投資者係應該要注意或者了解咧。而當時候咧個 CEO 就話啦：1月1號咧就係 New Year 啊。咁而個 Marriott 嘅 CFO 咧就話啦：復活節咧亦都會喺禮拜日
度發生嘅。咁其實咧，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啦。咁所有人咧，當時候就咁笑一笑，咁就 move on 啦。咁而分析師呢個問題咧，最後係冇被跟進，冇被回答嘅。喺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啦，分析師其實係都無可奈何地係必須要依賴公司俾嘅數據去作出分析啦。所以佢哋咧需要同公司嘅管理層咧，其實係要保持一個良好嘅關係，否則咧佢哋未必得到佢哋想要嘅嘢。而為咗得到一個好啲嘅關係咧，佢哋亦都唔會問啲太難嘅問題嘅，令到公司好難落台。咁當然啦，就唔係話所有嘅公司都係咁嘅，有一啲公司咧係會嘗試做一個公開、坦白同埋透明嘅回應啦。但係作為投資者，必須要記住喺 earnings call 上面咧，管理層可能會有機會迴避問題或者拒絕回答問題嘅。喺 earnings call 裏面，只係會有關於呢個 10K 同埋 10Q 嘅內容咧，會跟住 SEC 嘅指引。不過無論如何 ，earnings call 咧仍然係了解公司發展佢渠道嘅重要工具之一，但係咧內容嘅實用程度咧就會取決於公司自身嘅標準啦。佢哋中唔中意坦白透明咁樣回答呢啲問題啦？好，去到再深一層嘅洋葱層咧，就係呢個 press release 啦，即係公司嘅新聞稿。公司咧通常會喺業績發佈會之後咧，發佈佢嘅新聞稿。新聞稿嘅目標咧，其實係向傳媒同埋投資者咧發佈翻業績報告裏面嘅重點。咁呢一層嘅資料咧嘅可信程度係高嘅，因為 SEC 咧對 press release 嘅內容嘅真實度咧係有監管嘅。不過亦都要留意公司喺 press release 上面咧所用到嘅用詞啦，因為用詞上面公司咧係可以用到更多嘅修飾，而 SEC 咧對呢個修飾性嘅用詞咧係冇特別嘅監控嘅。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 Tesla 啦。Tesla 喺2020年 Q1 嘅 press release 上面咧就寫到啦，喺第一季 Tesla 製造咗超過103000部車，而且有88400車咧係出咗貨。呢個係我哋有史以嚟咧最好表現嘅第一季。咁呢度咧就聽住都幾好啊。而 Tesla 咧跟住就講啦 ，Model Y 嘅生產咧開始於1月。而3月咧就出貨，比預期咧提早咗好多。同時，即使有嚴重嘅挫折，我哋嘅上海工廠咧有破紀錄嘅生產量。呢啲比預期提早好多、破紀錄嘅生產量，全部聽上去咧都好好啦。Tesla 上海嘅 Mega Factory 咧，其實喺2019年 Q3 咧先進行 pre-production， 咁然後咧喺2019年嘅 Q4 咧先係正式量產。雖然上海工廠嘅生產喺2020年 Q1 係比2019年嘅 Q4 多，都可以叫做係破紀錄嘅。不過佢嘅破紀錄中嘅紀錄咧，其實係距離初次生產咧，即係講緊6個月。就算計埋咧 pre-production 咧，都仲係得9個月。所以 Tesla 咧喺呢度巧妙咁樣咧，運用文字令人咧提高咗佢哋嘅生產力啦。雖然 press release 上面嘅資料咧嘅可信度係非常之高，但係咧所有公司都有一條咧好專業嘅律師或者咧係呢個公共及投資關係嘅團隊啦。佢哋咧用好多唔同嘅字眼去修飾公司嘅形象，或者咧去減低不利自己嘅影響。為咗要達成呢啲嘅目標，所以咧有時會用一啲好誇張嘅字眼。投資者咧就要小心，唔好因為呢啲字眼咧而高估咗公司嘅經營或者係財政環境啦。到最深一層咧嘅第5層嘅洋葱咧，就係 10K 報告啦。10K 就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要求上市公司咧每年提交有關於佢嘅財務業績嘅一份綜合報告啦。呢份 10K 咧必須要遵守翻咧 SEC 嘅規定，而亦都要咧遵守佢哋規定嘅用詞，係絕對唔可以隱瞞事實，亦都唔可以誇大任何同財務有關嘅數字。作為投資者，其實係可以喺公司網站啦，或者係 SEC 嘅網站咧揾到呢份 10K 報告嘅。對我嚟講 10K 裏面最重要嘅部分咧係包括業務 business， 你可以喺裏面咧了解整個公司係點樣運作，包括佢產業啦，佢賣緊啲咩產品啦，點樣分工啦，令你咧明白整間公司概括嘅營運模式。第二咧就係風險因素 risk factors 啦。通常咧公司會按嗰個重要嘅風險咧按順序咁樣列出呢啲風險因素出嚟嘅。喺呢個部分咧，公司只係需要列出風險嘅本身，而係唔需要咧去解釋點樣去應對呢啲風險嘅。第三就係 MD&A 啦，即係管理層對財務狀況同埋經營結果嘅討論同分析。咁呢度係講緊公司管理層咧對呢個財政年度上面咧一啲財務狀況嘅分析同埋見解啦。你都可以了解咧最新嘅營運狀況，例如公司嘅流動性同埋資本嘅資料啦。第四就係咧財務數據 financial data 啦。財務報表咧就分3部分，第一就係 balance sheet，第
第二就係 income statement， 第三咧就係 cash flow statement 啦。咁我哋過去咧唔同嘅影片其實都有教過一啲分析財務數據啊，點樣睇年報嘅方法嘅。而呢個豬變成專業投資者嘅課程裏面咧，都有詳細重點咁樣教翻點樣做呢個估值模型啦，點樣睇呢啲財務數據，點樣計啦，點樣分析，同埋咧點樣去睇翻整個 10K 報告嘅重點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連結咧，了解一下。作為一個洋葱嘅中央核心層 10K 咧係用嚟分析公司嘅核心資料，而 GAAP 嘅會計報告咧係經過會計師審核嘅，所以咧唔會太容易受到公司嘅操控，而資料嘅來源咧亦都係有保證。咁 10Q 咧係類似 10K 嘅季度報告啦，但係咧呢份 10Q 係未經會計師審核嘅。咁大部分嘅投資者咧搣洋葱嘅時候咧都係由外面咁樣搣嘅，然後咧佢哋先至逐一咧搣入邊嘅每一層，而搣咗好多層之後咧，先至去到呢個洋葱嘅核心。所以咧，去到呢個洋葱嘅核心嘅時候咧，佢哋應該已經喊緊㗎啦，而自己咧都唔想花咁多時間喺呢個核心裏面。而更危險嘅就係咧，佢哋由外層研究公司嘅時候咧，受住呢啲媒體啊、身邊嘅親友嘅影響之下咧，佢哋可能已經對公司咧有種先入為主嘅偏見。而喺剩低嘅幾層洋葱裏面咧，其實佢哋淨係喺度揾緊一啲支持佢哋嘅論點嘅證據。有機會係支持緊佢哋偏見嘅證據，所以當佢哋去到公司嘅核心資料嘅時候咧，有機會已經變得唔中立，冇辦法咧可以採用數據去了解公司嘅事實。而根據 Jim 嘅講法咧，聰明嘅分析師其實係應該要相反，投資者咧應該係以一個獨立嘅角度咧去進行呢個研究，而且咧係由最痛苦嘅部分開始。就係咧由最底層呢個核心嘅 10K 開始，然後逐步咧先轉去一啲唔係咁令你咧流咁多眼淚嘅部分，即係咧反轉由內而外咁樣研究呢個洋葱。啱，所以咧最有用、最核心嘅公司資料咧，通常都係包含淚水，最難去做研究嘅。留言話俾我聽，你自己咧最常用到公司分析嘅工具咧係邊一層嘅洋葱咧？而邊一層嘅洋葱咧令你咧流最多眼淚咧？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覺得呢段教學有用，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哇，畫得好靚。而自己咧都唔想花咁多時間喺呢個核心裏面，因為真係好難眼。